小米15 Pro、OPPO Find X8 Pro 这两台手机既然选择同时上市呢，它们之间肯定就是竞争关系喽。本期就来看看它俩的对比。开头呢有个事儿我可要提醒一下，我发现最近有些朋友的戾气有点重啊，他们总是在回复中跟另一个阵营的朋友抬杠吵架，这个选边站队的事情不要去做。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是非常快的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那些跟别人吵架、跟别人抬杠的人就会发现，你们今天关注的这些东西啊，其实都不怎么值得。那什么东西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呢？问得好，这好像是我自己问的啊，但是没关系。每期节目我都会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，每期节目也都有摄影环节。那本期的摄影环节呢，依旧来自网友的投稿。投稿呢，就是在视频下方把你觉得好看的照片发上来就行。很多朋友拍的照片都非常精彩啊，于是我就做了一个集锦，放在了节目的开头。希望大家能像这些朋友一样，多出去走走，拍摄身边的美好。在看这些照片、学习他们的拍摄技巧之前，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，支持我们啊！尤其是加关注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就谢谢大家了。看完前面的照片，不要只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，因为是台设备就能拍，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。小米后摄3颗镜头，主摄超广角5倍的长焦 ，OPPO 后摄14颗镜头，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跟6倍的长焦，它们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变，没有光学变焦。现在是小米的拍摄界面，界面里呢有5个焦段切换按钮，其中2倍跟10倍都是数码变焦，0.6倍超广角，1倍的主摄，5倍的长焦。连续点击主摄和最上面的10倍是可以切换出小的数码变焦选项的，也能显示当前的等效焦段。但是其他的按钮呢就不显示等效焦段了，我觉得要显示就应该都显示，做全了比较好啊。现在是 OPPO 的拍摄界面，你看它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点上去都能显示当前的等效焦段，这样就做得挺全的。在拍摄界面里呢，只有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其他的都是光学焦段。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滑动来跳出其他的数码变焦选项啊。在小米拍摄界面的左上角有一个徕卡的小标志，对吧？这个标志呢就是快速切换2种主要色彩风格的按钮，徕卡生动、徕卡经典。OPPO 其实也是有2大色彩风格可以切换的，就是普通的拍照模式跟大师模式。大师模式也可以理解为专业模式啊，里边有很多丰富的选项可以调节，包括饱和度啊、对比度啊、锐度啊，这些都可以调，还有暗角什么的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它们各自2种大色彩模式的对比啊，都放在一起对比了。小米那边的色彩区别呢稍微大一些啊，在普通场景上。OPPO 那边的色彩差异呢，在这些普通场景上看着没有小米那么大，但是到了宽容度环节呢，差距就大起来了。那这点呢，咱们宽容度环节再说。那至于这些颜色风格，还有相机里自带的各种滤镜啊、预设呀，哪些更好看呢？我们不去做评价啊。好吃的好看的是没有标准的，您觉得哪个好，哪个就好。还有哪个更接近真实环境啊，哪个更接近肉眼看到的这种外行的评价呢，我们也不会给。
后面所有的测试我们用的都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因为不管什么颜色风格也改变不了这台设备的光学素质和解析力。那下面就好好对比一下这两台手机了，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。从参数上说，感光器是小米这边大一些，光圈也是小米的更大。看第一组实拍样片，颜色风格看着还挺接近的，是吧？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做的都比较不错，也是挺接近的。第二组样片上看，两边的颜色风格差别稍微大了一些了，小米看着更沉稳一些， OPPO 看着更亮堂一些。不过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他们俩做的依旧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这会有区别了。右上角呢，小米的把控更好一些。OPPO 在最靠近边角的地方，画质损失是比较大的，好在画质开始下降的范围是很小的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，两边做的倒是差不多了。好在呢，他们画质开始下降的范围控制都不错，都是快到了边角的时候，画质才开始有损失。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。那么第一个场景呢，OPPO 的表现更好一些啊，但也许是白色的石头曝光的问题啊。没事，咱们再比一组高清模式的啊，没错，就是 OPPO 的主摄高清模式做得更好一些啊，解析力更高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硬件方面它们挺接近的，光圈呢是 OPPO 的更大，视角是小米的更广。第一组实拍对比中，颜色风格跟前面有一组主摄的反过来了，这回是小米的更亮堂， OPPO 的更沉稳了。视角差距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就是 OPPO 拍不到的范围。中心解析力方面嘛，这回无论是从观感上还是从解析力上，都是 OPPO 的更优秀。再看一组对比，颜色风格跟上一组一样，中心解析力跟上一组也是一样的，无论从观感上还是解析力方面，都是 OPPO 的超广角更好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，还是 OPPO 的好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，还是 OPPO 的边角画质把控的更好一些。虽然说小米的超广角视角更广吧，它更不容易把控边角画质，但实际上它俩的超广角呢，都属于不是很广的啊。两台超广角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这回还是在解析力以及观感上，还有颜色还原方面，都是 OPPO 做的更优秀啊。整个超广角对比中呢，OPPO 确实要强于小米。再说中长焦的对比，中焦小米这边是没有的， OPPO 有一个3倍的中焦镜头，长焦小米是5倍的长焦镜头， OPPO 是6倍的长焦镜头。但是光圈呢，小米这边比 OPPO 要大很多。对比样片还是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这差距有点大呀，小米这边优秀很多呀。那就再看一组啊，还是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。没错，在解析力方面，小米确实占优势。难道 OPPO 那边没用主摄的高清模式拍完再裁切吗？现在是3倍的对比，3倍小米还是数码变焦， OPPO 是3倍的光学镜头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，小米这边做的非常优秀啊。那是因为小米在3倍的时候启用了融合变焦，它中心部分是用5倍镜头拍的，边缘部分呢是用主摄拍的。你们可以看到小米的3倍中心的解析力跟边缘的解析力差距是非常巨大的。OPPO 的3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只不过呢，它这个高清模式还可以再调一调啊，再进步一下。因为在解析力方面，它居然还没有小米3倍数码变焦看起来好。再看一组对比也是如此啊，确实 OPPO 3倍的5000万像素模式可以再优化优化、提高提高啊。虽然说小米那边它的3倍数码变焦中心部分是用5倍镜头拍的，但是它毕竟只有1200万像素嘛。说个题外话啊，其实我个人是很不喜欢融合算法的。现在是长焦镜头对比了，小米是5倍 ，OPPO 是6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。解析力方面呢，两边都还行，但是 OPPO 这边有些细小的细节的地方呈现的没有小米的好。我当时也对比了很多组啊，结果确实是这样。他们的长焦啊，就是小米5倍 ，OPPO 6倍啊，在解析力方面确实都还不错，就是在很多细小的细节方面的呈现 ，OPPO 做的确实没有小米好。两台长焦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解析力方面呢，就说半斤八两吧，主要他们的高清模式数码处理的痕迹都是比较明显的。现在小米是10倍的数码变焦 ，OPPO 是13.3倍的数码变焦。为什么是13.3倍呢？因为这是在拍摄界面中 OPPO 专门给你的一个焦段啊。解析力方面啊，小米的更好。现在是超长焦，小米是30倍的数码变焦 ，OPPO 是26.6倍。这就不用放大了啊，因为画面本身已经很糟糕了，两边其实都挺糟糕的啊，就是能用啊，愿意用就用吧。再说微距拍摄，
两台手机都有自己的微距模式，启动微距模式之后呢，小米是用5倍镜头拍的 ，OPPO 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。只不过小米这5倍啊，拍摄微距的时候距离有点远，得30厘米以上。OPPO 那边拍摄微距呢，它看着是用3倍镜头拍的，但是呢，它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微距的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貌似 OPPO 的放大比更高一些，是吧？它的微距更好一些。但其实呢，它由于是主摄数码变焦拍的，它会损失解析力。小米那边虽然说它物体拍得更小，但是它是光学焦段直接拍的，两边要是放大看解析力的话呀，还真就是半斤八两，差不多。但是 OPPO 呢，还是稍微强一点点。再看前摄的对比，先说自拍，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。两边的自拍呢，都稍微有一些美颜。OPPO 的美颜呢，主要是在肤色的调整方面，但是他们在磨皮方面呢，都挺克制的啊，脸上的瑕疵保留的也比较充分，整体的自拍效果还都是很不错的。小米那边看着自然一些 ，OPPO 那边看着精致一些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对比，清晰度、防抖两边做的都还可以啊。小米的前摄录像在默认状态下是没有什么美颜的 ，OPPO 还是保持了一些美颜。小米这边看着就有点是吧？反正我不是很喜欢。OPPO 那边呢也过于精致了，我也不是很喜欢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再看人像拍摄的对比，用的也是手机的人像模式里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那么第一个场景，两边风格的差距还是挺大的，但如果单拿出来看，两边做的都不错，看起来都很帅气。换了一个场景也是如此，风格的差别非常大，但是单拿出来看呢，也都没问题。主要的差别就是风格的差别了。那么各位更喜欢哪边的人像拍摄效果呢？再看直出扩张度的对比，先说小米的，先说主摄，深度模式跟经典模式，它们的成像风格是有差别的，但是区别并不大。只不过深度模式在高难度场景暗部有时候会偏色，而经典模式表现还是很不错的，暗部能按得下来，而且还能保留细节。亮部、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做得也很自然。那么超广角的表现呢，也是如此。OPPO 这边两种色彩模式的差别就很大了，默认模式下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暗部就能按得下来，而且没有什么偏色。但是大师模式呢，在高难度场景下暗部就会缺失细节了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。换一个高难度的场景就能说明问题了。小米的生动模式暗部虽然说细节保留充分啊，但是它会偏色，而且这个暗部呢也不太好看，太亮了。经典模式的表现呢就会强很多，超广角也是如此。再看 OPPO 在这个场景下的表现，默认模式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暗部就能按得下来，而且还能保留细节。大师模式呢，暗部就会损失很多细节啊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。当然了，暗部损失细节呀，有死黑死白这些呢，并不是评价照片好坏的标准啊，而是细节保留越多，对后期越有利。如果你对后期还是有要求的话呢，还是尽量拍出细节保留比较充分的照片更好一些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如果你用小米拍摄呢，平时可以尽量用经典模式；如果你用 OPPO 拍摄呢，就用默认模式比较好。但是 OPPO 的大师模式啊，直接出片的效果确实是挺好看的啊。如果你对后期没有什么要求呢，你也可以直接用大师模式拍摄。再看夜景的表现，眩光问题呢也在这个板块一块呈现啊。先说城市环境，普通的城市环境，两台手机在这些有强光有阴影的环境下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它们的亮部跟暗部的呈现都很好。当然了，细小的差别肯定还是有的。比如说这组样片中发光的灯牌，小米这边无论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有些偏色，而 OPPO 的表现呢就很好，颜色很准。但是到了这个场景呢，区别就比较大了。首先是主摄的区别还比较小，主要是风格的区别，就是亮部呈现的样子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亮部效果呢？超广角的差别就大了。OPPO 这边直出的情况下是拍不出任何亮部细节的，我拍了很多张都是这样啊，必须得打开自动夜景或者夜景模式才能拍出亮部细节。那这方面呢，就是小米的超广角做得更好了。现在是城市暗光环境的对比啊，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是大雾天，两边拍出来呢都挺梦幻的。但是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呢，它们的效果呢都还算接近啊，也都不错。但是这个场景是很容易测出眩光的场景。这个是小米15 Pro 的眩光啊，眩光严重吗？反正挺明显的啊，眩光是有的。这是 OPPO Find X8 Pro 的眩光严重吗？
反正也是有的啊。再看长焦的夜景表现，先是2倍的表现，2倍还不是长焦，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的表现都还不错。那现在是3倍的对比，3倍小米是数码变焦 ，OPPO 是光学焦段，两边的表现呢也都是挺好的。现在小米是5倍 ，OPPO 是6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。小米那边的高光呢出现了重影，这是它光路设计的问题。OPPO 那边的表现呢，最起码在强光方面肯定是比小米强的。那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这回呢强光部分是小米的表现更好 ，OPPO 的细节损失了一些。不过呢，小米那边的强光压的也有点暗了。再看昏暗场景下长焦的表现，先看3倍的对比，3倍小米数码变焦啊 ，OPPO 是光学焦段，细节呈现方面 ，OPPO 的更优秀。现在小米是5倍 ，OPPO 是6倍，但是 OPPO 在这个场景下呢，6倍就不工作了，它是用3倍镜头数码变焦拍摄的，细节呈现方面，小米的更优秀啊。那再往远的数码变焦呢，就同理可证了，肯定一直都是小米的表现更好了。来到极暗场景就要打开夜景模式测试了，先看主摄。其实这个时候呢 ，OPPO 的表现已经没有小米好了，细节呈现没有小米丰富。超广角呢，虽然说看着亮度不同，但是它们的细节呈现呢是一个级别的。减尘器场景主摄的差距就显现的比较明显了，细节呈现方面小米是更强的。超广角呢，还是小米看起来拍得更亮啊，但亮是不管用的。仔细看呢，细节呈现呢，它们还是差不多。主流小路场景就没有悬念了，主摄的细节呈现方面肯定是小米的更强了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呢，在细节呈现方面还是差不多。最后一个场景祖传神树 Pro 暗部细节呈现的差距，也是没有悬念的，小米更强一点。超广角依旧是谁也甭说谁，细节呈现都不咋地，小米还偏色了。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就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效果啊，没有架子，也没有稳定器。两边除了颜色风格的差别比较大以外呢，防抖跟清晰度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？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对比了，这回在防抖跟清晰度方面都是 OPPO 的更优秀了。已经不再是只有颜色风格的差别了，而且老实说，超广角的颜色风格呢，我感觉小米这边也没有 OPPO 的好。现在是2倍的对比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。那么这回防抖跟清晰度，它们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了。最大的差别呢，也就是颜色风格的差别了。你们更喜欢哪边呢？现在是3倍录像的对比，这回小米的3倍就没法启用融合算法了吧？毕竟是录像了。解析力就是清晰度方面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，OPPO 要好很多。防抖呢，两边倒差不多。现在小米是5倍 ，OPPO 是6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，解析力呢都非常不错，防抖也还可以。就是小米的画面呢稍微有点惨白，其他的都还不错。现在小米是15倍 ，OPPO 有18倍，都是它们最远的数码变焦选项了。那无论是颜色还是清晰度，都是小米做的更优秀。现在是主摄在夜晚昏暗场景的表现，防抖两边都还可以啊，但是鬼影 OPPO 控制的比小米好，清晰度两边做的倒是非常不错。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 ，OPPO 做的更优秀，细节呈现比小米充分的多。现在是3倍的录像表现，鬼影两边是都有的，亮部的细节呈现和整体的清晰度都是 OPPO 做的比小米更出色。毕竟小米这个时候只能用主摄的数码变焦 ，OPPO 那边呢3倍光学镜头在这个场景下还是堪用的。现在小米是5倍 ，OPPO 是6倍，同样的亮部细节呈现和整体的清晰度依然是 OPPO 的更优秀啊！看来长焦端夜晚录像 ，OPPO 还是有优势的。工业设计方面，这两台手机在后摄方面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。识别度呢，应该是小米的更高一些 ，OPPO 这边做的也不错啊。那这两台手机，您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？欢迎说出你的看法。这次换的 S8 Pro 在机身侧面也加入了一个相机按键，在熄屏状态下双击它就能进入拍摄模式，滑动它就可以变焦，摁下去就可以拍照啊。当然这个按键是按不下去的，它是通过震动模拟达到的交互效果。那至于这个新加入的拍摄按键好不好用，有没有用，那就是您说了算了。影像上的表现，两台手机做的也是中规中矩，而且也都给自己超大杯留有了升级空间。至于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眩光，两台手机也是都有的，而且也都挺明显。
硬件性能方面呢，我们不太了解。如果关心硬件性能的，就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了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